是一款逼得所有人无数次白给的游戏，它教会了全球玩家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犹豫就会败北，忍一手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气。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让本就小众的魂类游戏初次走进了众多玩家的视野，甚至一度破圈。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值得人尽皆知的魂类游戏《只狼饮食二度》。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日本战国时代的架空世界，当时的最强势力内府发动了一场统一全国的战争，那烧遍每一寸土地的战火，就连位于山林深处的伪民国也无法幸免。为了守护这片土地，剑圣伪民一心率领手下的伪民众发动了一场盗国之战。一心凭借着天下无双的剑术以及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一举击溃了内府军，至此伪民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而一心的手下忍者萧则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上发现了一个失魂落魄的少年，在萧的眼里，少年只不过是一只野狗而已。面对散发着杀气的萧，他没有丝毫的惧色，而是冒着破伤风的风险，紧紧地握住了刀身，震惊于少年的冷静。于是萧将少年收为义子，在他残酷的教导下，少年成为了出类拔萃的忍者，并有了自己的名字狼。而狼的任务则是效忠伪民国的玉子九郎。从这一天开始，赌上性命守护九郎的使命便深深地扎根在了狼的心里。很快，自伪民一心发动盗国之战已经过去了20多年，随着一心步入老年，身患重病，伪民国也开始了衰败。内府势力更是联合山贼入侵了九郎所在的平田家。当外出执行任务的狼赶到时，平田家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无奈之下，狼只能从正面潜入，与大批的山贼展开了殊死搏斗。尽管头上的威不断显现，狼还是凭借着过硬的身体素质，不断向着宅邸内杀去。平田宅邸更是宛如人间炼狱，就连义父萧也已经看着像战斗至最后一刻的样子。萧在临死之前，将隐藏佛堂的钥匙交给了狼。九郎此时正在那里，说完便咯喽一声咽气了。前方的道路凶险无比，狼迎面就碰上了山贼首领。面对眼前这个大块头，他拼尽了全力才将其处决。随后，狼在一个老婆婆的指引下，通过密道进入了九郎所在的隐藏佛堂之中。可这时的九郎身中幻术，渐渐失去了自主意识。可随后走出来的一个老者，竟然是教导过狼幻术的蝴蝶夫人。狼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将九郎护在身后，准备与曾经的老师展开对决。而蝴蝶夫人也没有多做解释，立马与狼开始了战斗。夫人的招式可谓是变幻莫测，甚至还能表演走钢丝，各种远程武器和幻术层出不穷。不过狼可谓是青出于蓝，战斗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夫人的破绽，直接一招忍杀终结了老师。可就在狼放松警惕的时候，一柄长刀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毕竟狼没有但丁那个身体素质，很快他便倒在了地上，奄奄一息。弥留之际，九郎找到了狼，他不忍心扔下赌上性命守护自己的忍者，于是他用体内的龙印之血与狼签下了契约，使狼拥有了起死回生的能力。正是因为这股龙印之力，伪民国的重臣平田家才将九郎收为了养子。从这一刻开始，九郎下落不明，而狼也因此失去了部分记忆，没有了奋斗的目标，他便过上了摆烂3年的日子。就在某一天，一位神秘的女子将一封书信扔到了狼所在的井底，见到书信的狼瞬间恢复了斗志。原来九郎还活着，如今正在观月望楼。当他从井底出来的时候，伪民国和内府都已经卷上了天。由于伪民一心的身体越来越差，内府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衰弱的伪民国即将再次陷入战火。可狼却管不了这么多，他趁着夜色悄悄地来到了九郎的面前。时隔3年，主仆二人再次相遇，于是九郎将狼曾使用过全村最好的刀蝎丸交给了他。如今他们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城外的暗道离开伪民城。狼先一步悄悄地向着暗道前行，毕竟3年没有战斗过，狼还需要慢慢的适应。在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以后，他终于和九郎穿过密道，来到了一片芦苇地。在月光的照耀下，芦苇丛在微风中摇曳，可一个身影早已在此等候多时。这人便是伪民一心的义孙伪民嫌疑郎。原来这3年，九郎一直被嫌疑郎软禁。由于强大的内府即将发动战争，决心守护伪民的嫌疑郎深知两国的差距，可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做到当初一心那样的壮举。而在嫌疑郎的内心，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也要赌上性命守护自己的国家。于是嫌疑郎便希望从九郎那里得到龙印起死回生的力量。可龙印这玩意儿每使用一次，都会引发周围的人患上龙壳。嫌疑郎真要有了龙印之力，那一场战争打下来，日本估计得磕回原始时代。如今狼和嫌疑郎都有着各自需要守护的东西，一场大战也在所难免。二人的目光都是坚定且锐利，可毕竟3年没有练武，狼就算是施展了伪民斗刀术，也无法战胜眼前强大的敌人。在嫌疑郎的最后一击之下，狼的左臂被其斩断。可能是欣赏狼的信念，嫌疑郎并没有斩尽杀绝，只是默默地带走了九郎。当狼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左臂已经变成了犹如枯骨一般藏有各种机关的手臂。原来他是被眼前这个佛雕师救了下来，他手上的假手名为忍一手，也正是佛雕师为他装上的。而佛雕师本名为元，他曾因杀孽太重，险些化为修罗，后被伪民一心砍下了左臂，才镇压住了其体内的修罗之火。投靠一心之后，他也参加了盗国之战。狼在佛雕师那里得知了九郎依旧被软禁在伪民城中，走出破旧的寺庙以后，狼发现了一个名叫永贞的药剂师，他奉自己主人之命前来帮助狼，但他的主人是谁却无可奉告。之后在忍一手的加持下，狼获得了能够利用钩绳穿越各种地方的能力，但迎接他的却是一场场艰难的战斗，就连路上遇到的鸡都能踹他2脚。好在凭借龙印的不死之力，还有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让狼距离伪民城又近了一步。途中他遇到了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婆婆，他错把
把狼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将手中的守护灵交给了狼。通过守护灵在佛雕前冥想，狼重新找回了3年前的记忆。在前往伪冥城的路上，必经的吊桥已经损毁，狼只能试图穿过桥下的山谷。可在这里却有着一只巨大无比的白蛇，奈何狼不是许仙，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过白蛇。可他却险些被白蛇发现，狼只能一刀刺向了白蛇的左眼，这才趁机穿越了山谷，并来到了伪冥城正门。没想到的是，伪冥早已为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鬼刑部雅校早已镇守在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内城。狼为了前去营救九郎，只能与鬼刑部开始了战斗。这一刻，狼见识到了道国之战伪冥众的强大，可终究是一场时代的落寞。狼还是抓住了鬼刑部的破绽，将这位忠心护国的大将拽下了马背。临死前，鬼刑部还在为自己的失职而忏悔。在路上，狼见到了一位神秘老者，他称呼狼为只狼，并希望狼能够猎杀老鼠，他也会用伪冥流刀法作为奖赏。接着，狼在忍一手的各种机关以及刀法招式的加持下，一路杀到了伪冥的内城门前。饶是为战争准备的火牛也无法阻拦狼的脚步。在钩绳的帮助下，狼不断地穿梭在伪冥城内。此时的伪冥正在集结人手，准备应对内府的进攻。要是他们知道门口的有生力量都被狼一个人宰了，估计都不想打了。然而，就连伪冥城的屋檐上都有着祭阴众在守护，这给狼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好在凭借个人实力和丰富的战斗经验，狼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来到了最高处的天守阁。奇怪的是，之前帮助过狼的永贞也在这里，看样子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此时的嫌疑狼还在试图劝说九郎与自己签订不死契约，九郎只好委婉地说道：“对不起，人满了。”他也坚信狼一定会来救自己。随着九郎的话音落下，狼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没有丝毫废话。再次面对嫌疑狼这个强大的敌人，狼准备全力以赴，双方立马开始了战斗。嫌疑狼的每一击都是凌厉且狠辣，就算是一路学艺走来的狼也应付得有些吃力。可嫌疑狼面对的毕竟是有龙印之力的狼，很快狼便找到机会击败了这个强悍的对手。但嫌疑狼的决心不会被任何失败撼动，只要能守护伪冥，不管什么后果他都能承受。原来他意识到时间紧迫，于是早已喝下了同样能起死回生的变弱水，但这种变弱水会让人陷入疯狂。嫌疑狼则是硬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强撑了下来，而这一次他甚至能够引导天雷攻击狼，这种招式被称之为八之雷。可就算是这样，嫌疑狼也无法战胜狼，他只能选择暂时撤退休养生息。永贞也在此时走了出来，并解释了自己不是狼的敌人。原来当初给狼送信的人就是永贞，他是在伪冥一心的授意下这样做的。因为伪冥一心和嫌疑狼对于外敌入侵的看法不同，年轻的嫌疑狼有着一腔热血，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伪冥，哪怕是龙印之力变弱水会扭曲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他也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伪冥一心却不这么想，到了迟暮之年的他根本不屑于使用这种异端力量，而是想用保守的方式守护伪冥。于是不忍心看到孙子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一心，便委托永贞前去找到了狼。知晓了缘由，狼来到了九郎的面前，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九郎深知龙印之力的可怕，他决定去除龙印，彻底斩断不死。根据九郎找到的一本断绝龙印之书中记载，传说中的仙乡元之宫生出的神龙之类，或许就是断绝不死的关键。上一代龙印之力的拥有者丈曾留下一条线索，那便是想要前往元之宫，就需要一种名为元之香的东西。于是主仆二人分头行动，九郎留在这里翻阅丈生前留下的书籍，而狼则前去找到了伪冥一心。眼前这位剑圣虽到了迟暮之年，但还是能感受到他那与生俱来的霸气。一心感谢狼阻止了自己的孙子，还邀请狼与自己喝酒。狼也认出来了，眼前之人正是之前他遇到的神秘老者。接着一心说出了断绝不死的另一个关键，那就是一把名为不死斩的刀。这把不死斩能够斩杀用通常方法无法死去之人，比如他那个喝下了变弱水的孙子。而这把刀就在附近的先锋寺中。老爷子也打开了话匣子，随口便说道，教会嫌疑狼使用雷术的是一个名为八的女人，八也是上一任龙印之子丈的契约者，就连一心都曾被八的美貌迷住，差点被砍。临走前，老爷子还附赠了狼一句话，那便是犹豫就会败北。秉承着多把武器多一分帅气的信念，狼先一步前往了先锋寺。这时一幅画叫住了狼，他说道，如今的先锋寺已经偏离了佛祖的教诲，整日沉迷于探求不死，如果得罪了方丈就不好走了。为了完成九郎的任务，狼还是毅然决然地踏进了先锋寺。果不其然，这里的僧人都已经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早已和寄生虫融为了一体，成为了名为复虫者的怪物，同时也拥有了不死的力量。随后狼来到了一座佛台前，在摇响了铃铛以后，他来到了一处幻境之中，眼前有着4只猴子的画像，分别是猿猴、文猴、关猴、六娃，看来只要击杀他们就能出去了。随即狼通过脚步声，先是击杀了一脸懵逼的六娃，随后追上另外3只猴子，将他们悉数斩杀。在将4小灵童团灭以后，一个声音告诉狼，这些猴子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他而已。而狼也被传送到了内殿之中。原来眼前之人名为变弱神子，这些僧人为了研究不死，甚至还利用孩子作为人体实验，只为研究出龙印之子的替代品。而眼前的变弱神子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狼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但只要拔出不死斩便会死去。狼一听这我熟，于是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身前的不死斩，并将它拔了出来。果不其然，狼失去了生命。但下一刻，狼就在变弱神子见鬼一样的目光下站了起来。这个小女孩也意识到了，这不是佛祖显灵，而是狼拥有龙印的不死之力。见识到狼的强大后，同样厌恶不死之力的神子决定帮助他，给了狼1把米。于是狼果断头也不回的去给九郎复命。而九郎的调查也取得了进展，那就是想要前往元之宫取得龙之泪，就需要找到4种材料，其中一个材料便是通过不死斩取出九郎体内的龙印之血。而接下来狼则需要前去寻找其余3种材料。再次启程，他通过跳下深不见底的深渊，来到了伪冥之底，并一路穿过有毒
的沼泽，进入了被迷雾所笼罩的水生村。在将一个名为雾隐贵人的怪物击杀后，迷雾也逐渐散去。很快，狼来到了村内，这里的村民变得比吃了 T 病毒还可怕，只会无意识的攻击外来者，似乎是喝了这里的水导致的。在前进的路上，狼遇见了水生的灵，为了等待自己的夫君，他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感受到了眼前之人的不幸，于是狼送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最后一程。再次前进，幻影破戒僧守在了一座石门之前，狼想要的材料就在里面。破戒僧不可谓不强，就连他的幻影都让狼显得有些吃力。依靠着在先锋寺偷学的腿法，狼抓住了机会，一刀带走了幻影破戒僧。石门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顶神秘的轿子，洞窟中流下的水和阳光交相呼应，显得这里的景色有种梦幻的色彩。狼在轿前的石台上找到了一枚结束之石，这也正是制作原之香的材料之一。只要带上原之香，坐上眼前的轿子，便能嫁入原之宫。事不宜迟，狼为了找到剩下2种材料，踏上了前往堕落之谷的路，却没料到在前进的路上，那只巨型白蛇再次出现，直接一口将木桥咬断。就算是狼跌进桥下的湖水之中，他也毫不犹豫的再次发动了攻击。幸运的是，狼凭借着过硬的身体素质，强行逃脱了蛇口。不过他也将这件事记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并在有着数座佛像的山谷中团灭了一座花果山的猴子。然而就在前方的山谷深处，一只狮子猿正在守护着什么。见到狼以后，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巴掌。面对狮子猿蛮横的攻击，饶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狼也有些无所适从。在摸透了对方的路数后，狼再次找到机会，强行将就狮子猿脖子上的巨刀，硬生生拽下了他的脑袋。有句话说得好，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但诡异的是，狮子猿竟然再次站了起来，甚至还上演了一出拿手好戏。狼只能再次爬上了狮子猿的身躯，将他体内的一只巨型蜈蚣扯了出来，这才成功的击杀了这头怪物。原来狮子猿守护的正是材料之一的馨香水莲，如今只差最后一个材料便能前往原之宫。不过在此之前，狼在变弱神子口中得知了另一种断绝不死的方法。本着多条选择多条路的想法，狼悄悄的来到了熟睡的白蛇头上，他直接纵身一跃，您猜怎么着？嘿，死了！好在狼可以起死回生，他再次纵身一跃，让白蛇起来重睡。随着狼将刀划出，白蛇在一片血雨中应声倒地。他也成功获得了名为仙柿子的白蛇心脏。随后他又取得了干柿子，在变弱神子将2枚柿子服用后，便开始了闭关修炼，仿佛在酝酿着属于狼的另一种结局。当狼准备回到伪名城复命的时候，他却发现由于自己除掉了伪名的大批战力，导致内府军已然攻入了内城。如今狼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当即施展轻功，一路杀回了伪名的最高处天守阁。而让他震惊的是，原来自己的养父萧并没有死去，如今的萧再次出现，只是为了获得九郎的龙印之力。当年伪名一心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剑圣，而他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萧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就连3年前平田家被山贼偷袭也是他一手策划的。面对萧索要龙印之力的请求，九郎只能熟练的拒绝了他。接着一脸懵逼的狼来到了义父萧的面前，萧也没有废话，试图用忍者的戒律命令狼舍弃九郎。可是狼心里清楚，自己在义父眼里终究只不过是条野狗而已，但九郎却对他不一样，那是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的存在。如果遵从戒律舍弃九郎，那么师承一心的永贞自然不会答应，就算他是一位治病救人的药师，但也会依旧与狼战斗到底。可狼却不想心地善良的永贞死在自己的手里，况且伪名一心自然也不会束手旁观。虽然老年的伪名一心根本无法战胜正值壮年的狼，但狼又何尝想杀掉这位与自己把酒言欢的剑圣？如果狼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也会彻底沦为修罗，义父萧也会死在自己的手里，城内的士兵和平民会无一生还，伪名将会化作最为惨烈的杀戮舞台。想到这里，狼果断地拒绝了义父的馊主意。阴险的萧还打上了感情牌，趁着狼背过身去立马偷袭。可这一次狼却不会再上当了，父子2人终有一战。狼靠着在先锋寺偷学来的拳法和腿法，将义父打得节节败退，终于一刀结果了萧。而在萧的身上，赫然正是前往原之宫的最后一个材料长阴香木。永贞正愁不知道哪个缺心眼偷走了香木，原来是萧干的好事。如今结束之时，馨香水莲、长阴香木都已集齐。狼通过不死斩取得了九郎的血，制作出了前往原之宫的必需品原之香。但在前往原之宫之前，他还需要做好多重保险。狼在永贞那里通过8留下的手记，知道了第3种断绝不死的方法。于是他抽空再次回到了3年前，击败了当时试图偷袭自己的义父萧，成功取得了名为长阴之花的东西。接着他又来到了变弱神子的面前，由于神子吃下了2颗蛇的心脏，他便给了狼1枚冰泪。如今狼已找到断绝不死的另外2种材料，现在只差龙之泪便能完成九郎的心愿。材料在手，心不抖。狼带上制作出来的原之香，再次来到了那顶轿子所在的洞穴中。狼没有多想，直接坐上了轿子，准备嫁入仙乡。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根麻绳抓住了他，庞大无比的麻花藤带着狼向着高处的原之宫走去。在麻花藤一个铁山靠住悬崖以后，狼也终于来到了这个号称仙乡的原之宫。镇守在大门前的便是破戒僧。由于之前有了经验，狼依附眼前的敌人也非常的得心应手。在将破戒僧体内的蜈蚣拽出来以后，他也终于得以进入了原之宫。这里的景色宛如仙境一般美轮美奂。如果猜的没错，远处的山峰便是取得龙类的地方。可这看似美丽的景色和宫殿里，却是住着一群最丑陋的人。原来伪名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一只来自西方的鹰龙在此处扎根。随着时间的推移，鹰龙使得这片土地的水源发生了变化，让附近的居民获得了不死的力量。于是人们在水源的地方建造了原之宫。在原之宫还生活着瑜伽美一族，他们的形态和举止都十分的怪异。原之宫的水中还有着一种巨大的鲤鱼，可这种鲤鱼的体内却有着无数的寄生虫。先锋寺的僧人、堕落之谷的猴子和狮子猿都是吃下了鲤鱼的肉，或是喝下了有着寄生虫的原之水，才变成
成了如今这副模样。而水生村的村民则因为地势偏远，才导致了他们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而先锋寺的僧人通过原汁水提炼出了一种很新的东西，那便是变弱水。但贤一郎服下的则是在变弱水的基础上提取出来的变弱之电。总而言之，想要获得不死，那必然需要付出摒弃人性的代价。既来之则安之。狼在原之宫不断击杀着拦路的渔家美人，终于在顺着一条小道前进后，在一处山洞中发现了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在深入研究无果后，狼只能闭目祈祷。当他再次睁眼，却发现自己来到了真正的仙乡。在将这里试图讹人的白目老翁全部解决后，伴随着一道恐怖的炸雷，阴龙的真身缓缓地浮现在了狼的眼前。这头来自西方的神龙，仅凭一声龙吟，便将狼震飞了800里开外。可狼却没有丝毫惧色，他在阴龙的刀锋下不断前进，借着狂风的上升之势，接引天雷一刀斩向了阴龙。最终阴龙被狼打晕，狼也趁机利用手中的不死斩取下了阴龙之泪，获得了所有材料。狼再次回到了伪明城，可此时的城内已然硝烟四起，伪明的骨干早已死在了狼的手中，伪明国已无人可用。面对国破家亡的结局，佛雕尸元再次化为修罗，死守在了伪明城的正门之前。为了守卫自己的国家，即使沦为修罗，那又如何？于是狼在与佛雕师战斗以后，帮助他从痛苦之中彻底解脱了。当狼赶回九郎居所的时候，伪明一心也因病去世了。伪明国的落败已成定局。在永贞的指引下，狼回到了梦开始的芦苇地。此时的月光早已被硝烟所吞没，原来是嫌疑狼再次掳走了九郎。他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得到龙印之力，于是前去找到了另一把不死斩。狼的不死斩名为败类，嫌疑狼的则称之为开门。就像黑红两色的开门败类迎来宿命的对决，狼和嫌疑狼也即将展开最后的决战。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了，面对嫌疑狼的攻击，狼应付的游刃有余，他们的对决也将迎来最后的一击。嫌疑狼终究没能战胜眼前的只狼，他不甘心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不甘心无法守护伪明城。既然自己做不到，那么他只能将这个任务交给另一个人。随着嫌疑狼用不死斩献祭自己，一只孔武有力的手臂从他体内伸了出来，并缓缓地接过了他手中的开门。来者便是从黄泉中归来、全盛时期的剑圣伪明一心。他不愿看着可怜的孙儿最后的愿望就这样破灭，所以一心必须将伪明也从黄泉之中拉回来。那么第一步便是除掉眼前的只狼，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剑圣的每一击都显得强大且自信，不愧为剑圣之名。伪明一心不仅会使用横扫一切的长枪，更过分的是还会开枪连发的那种，甚至引导天雷攻击只狼。但只狼一路走来，早已练就了纵横天下的武艺，他很快便找到机会，反手接引天雷，控制住了伪明一心。在只狼的最后一击之下，伪明一心终究还是不敌。这位驰骋疆场的剑圣，到死都充满着那冲天的豪气。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只狼来到了九郎的面前，通过之前取到的阴龙之泪、长阴之花以及冰泪，如今只狼面临的有3种选择。第一种便是让九郎服下阴龙之泪，再用手中的不死斩了结九郎的性命以及龙印之力，而他之后则会成为下一个佛雕师。毕竟阴龙还未死去，只狼只能等待着新的忍者到来，迎接又一个轮回。第二种方法便是让九郎服下阴龙之泪和长阴之花，随后只狼则会用手中的不死斩了结自己的性命，以斩断不死。九郎则会在狼死后作为一个正常人类存活下去。第三种方法便是让九郎服下阴龙之泪和冰泪，并将他带到变弱神子的面前，九郎和神子将融为一体。接下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前往西方的龙之故乡，踏上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途，寻求另一种斩断不死的方法。那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只狼，又会如何选择呢？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对了，别忘了点赞。